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战事已经进入第8天。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周四上午发布的公告，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共瘫痪乌克兰方面1612个地面军事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了乌南部重要战略城市赫尔松。就在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俄乌第2轮谈判延后1天举行，停火及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等问题是讨论要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周四报道，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表示，第2轮俄乌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15时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州举行。目前，俄方已经在等待乌克兰代表团抵达。梅金斯基周三曾介绍，参加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不变，此次谈判的地点由俄乌双方共同决定。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三表示，俄方准备与乌方第2轮谈判中讨论安全保障问题。他认为，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得到安全保障的声明是积极的一步。拉夫罗夫再次强调了谈判中俄方所持立场。И президент четко изложил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которую привезла и наша делегация 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лись с украинцами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Крым – это часть России, котора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араметры, их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но там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ообще ника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могущих угрож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对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则强调，乌方认为需要举行新一轮谈判，但不接受俄方的最后通牒。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俄乌双方第2轮谈判将围绕讨论停火以及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等问题。而本周一，俄乌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进行了历时5个小时的第1轮谈判，详细讨论了所有议程。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谈判中找到了未来可能达成共识的要点。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双方对于这个政治解决危机的这种立场还是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双方应该是较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交流。普京也说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族是同一个民族。那一方面他讲同族啊，手足兄弟；另一方面，战争会造成平民百姓的伤亡。所以我们认为呢，解决人道危机应该是最紧迫的问题。周三，俄国防部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南部要地，连接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该市民用基础设施、民生保障设施与城市交通运转正常，没有发生食品与必需品短缺情况。俄方目前正在与当地政府就保障城市设施运转、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进行谈判。乌军方随后否认了俄方控制了赫尔松市的说法。不过，赫尔松市当地市民就表示，自从周3当天早上看到俄军坦克进来后，就再没见到乌方人员。No police, there is no Ukrainian military here. So I believe that the city is 100% in Ukrainian Russian control, actually. 据美国《纽约时报》周四的报道，赫尔松市市长克雷哈耶夫和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已经亲自证实，称赫尔松已经陷落。经过几天激烈战斗，乌军已向附近地区撤退。美媒分析，位于第聂伯河河口、拥有30万人口的赫尔松对俄军战略意义重大，因为这将使俄罗斯能够控制更多的乌克兰南部海岸线，并向西推进至敖德萨市。据央视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周3还表示，顿涅茨克民间武装当天在俄军火力支援下继续向前推进，在乌东南部已经完成对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包围。顿涅茨克武装还为当地平民留出撤离的人道主义通道，并争取同乌军谈判，以说服乌军放下武器离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国防部向当地居民发出警告，俄罗斯部队准备对基辅的安全设施地点发动高精准打击。基辅市长克利钦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越来越接近首都，首都人民会做好准备，必定会守护基辅。作为交战的两方，都需要一方面要考虑到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是2个兄弟民族的战斗，手足相残是最悲惨的一种选择。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够坐下来。有什么事兄弟不能一起解决的呢？俄乌战事焦灼之际，美西方也继续对俄施压。美国总统拜登周3前往威斯康星州，在威斯康星大学发表讲话时声称，普京想要分裂美国与北约盟国的关系不会成功，西方将继续团结一致，孤立普京，并大力支持乌克兰。Vladimir Putin's latest attack on Ukraine is premeditated and unprovoked. He's rejected
repeated efforts at diplomacy. He thought the West and NATO wouldn't respond. He thought they could divide us at home, but he was wrong. We were ready. We sent countless hours unifying the European allies. We countered Russia's lies and truth. We countered them by letting them know what was being planned. And now the free world is holding him accountable. Putin is now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more than ever.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拜登还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此前反复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部队与俄罗斯作战。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周三表示，北约有关他不会军事干预乌克兰局势的表态证明他还是有残存的清醒的。俄罗斯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自己与北约的矛盾，俄仍坚持要求北约提供不东扩的法律保证。还是要看到俄乌冲突的本质可能还是俄与西方或者说俄与北约的这种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冷战结束以后呢，北约的无限制的这个东扩，实际上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呢，解决乌克兰的冲突，一方面要求北约尽可能的做到谈判桌之前；其二呢，我们也认为，目前俄罗斯呢不要把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战事直接与北约挂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高的估计了北约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重视程度。周四，联合国难民署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在推特发文称，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7天之内，超100万乌克兰难民进入邻国。格兰迪称，对于乌克兰境内数百万人来说，是时候平息枪声，以便向他们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周四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中国在乌公民撤离的最新进展，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外交部正会同驻乌克兰使领馆评估形势，考虑各种因素和可能性，研究制定保障在乌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的可行方案。目前，在乌各地区的中国公民正向乌克兰的周边国家安全有序的转移和撤离。中国驻相关国家使领馆正积极协调驻在国为撤离的中国公民提供入境便利。另外，当地时间周三，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成员进行投票表决，通过了由乌克兰等超过90国共同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中国投弃权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始终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汪文斌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可能缓解当地局势，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失控。联合国和有关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以地区和平稳定为重，以各方普遍安全为重，为紧张局势降温、推动外交解决起到正面作用。遗憾的是，本次紧急特别联大表决的相关决议草案事先没有在全体会员国范围内进行充分磋商，没有全面考虑当前危机背后的历史经纬和复杂矛盾，没有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也没有突出推动政治解决、加大外交努力的紧迫性，这些都与中方一贯坚持的立场主张不符。我们不得不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推动有关各方尽快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通过对话协商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在战场上打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俄乌之间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第2轮和平谈判。那对此您怎么看？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俄乌之间的局势已经陷入到了狗摇尾巴的阶段，也就是陷入到了军事决定政治的阶段。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或者说是和谈的结果，一切都要取决于战场上的博弈态势。而当前俄乌政局的基本态势是，俄罗斯没有赢，乌克兰也没有输，双方陷入到了焦灼状态。这样一种态势，也就决定了双方在谈判的时候都会漫天要价。俄方会要求乌军放下武器，实现非军事化，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而乌方则会要求俄军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甚至会要求俄军赔偿。但是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
于是俄乌局势就陷入到了双线同时进入焦灼状态，也就是不仅军事战场陷入了焦灼状态，政治谈判战场也会陷入到焦灼状态。而在明知谈不拢的情况下，双方之所以还要坐下来谈，这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摆出和谈的姿态，以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为接下来战胜对手争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也就是俄军在久攻不下之后，调集更多的军人与装备投入到前线，而乌克兰这不仅在等待更多的西方军事装备到位，更多的西方雇佣军的到来，而且还在等待西方对俄罗斯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发挥作用，以消耗掉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与战争意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两国应该怎么办？国际社会又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国际社会，尤其是间接卷入到了这场战争中的相关国家，首先是要保持克制，不要进一步火上浇油。另外一方面，这是要尽快劝和促谈。而对于俄乌两国来说，我认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不管他们之间有着多大的仇恨与悲情，有着多大的要打赢战争的决心与意愿，双方可能都得冷静下来，面对残酷的现实，及时为这场战争来止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实施其利用这场战争，彻底把俄罗斯由二流国家变成三流国家，甚至是从此全面肢解俄罗斯与独联体的这么一个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最为明智、最为理性的结局就是选择一个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及时对这场没有必要的战争采取止损行动。那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连日来不断在政治和经济上加码孤立俄罗斯的行为，您又怎么看呢？我注意到连日来几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担心这场俄乌战争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直接派军队进入俄乌战场，卷入到跟俄罗斯军队的厮杀当中，但是他们就采取了除此之外一切的手段来介入到战争当中，包括军事上直接为乌克兰提供防御与进攻武器，允许民众与自愿形式参战；政治上在联合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以孤立俄罗斯；在经济上动用一切手段，企图将俄罗斯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在信息与情报战上，这是通过天上的卫星与空中的无人机直接指挥与遥控着这场战争；在道义与舆论战上，这是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优势对俄罗斯进行了围攻；甚至是在法律战上也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要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将俄罗斯告上国际审判庭。西方这些立体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让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败北，以及政治上让俄罗斯失去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而且要在经济上全面瘫痪俄罗斯。我相信，假如西方国家达到了自己的战略与战术目标，那未来他们就会如法炮制，将他们运用到其他大国身上，这是值得我们密切留意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香港疫情持续严峻，全面防疫也进入关键时刻。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香港再战役》系列报道，让香港市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与新冠病毒战斗的故事。今天我们来看一位刚从内地返回香港工作青年的抗疫故事，来听听在他的眼里，内地与香港防疫有何不同。大家好，我是 Jenny， 目前在香港工作。涂杰是一名在香港工作的上班族，目前正处于居家办公状态。刚从内地返港的他观察到，现在香港的核酸需求与他实际检测能力仍然存在差距。我们刚从内地回来，现在回来不用做不用隔离，但是需要在14天之内完成3次的核酸检测。
图杰注意到，香港的生活物资在几周前确实出现了短缺和价格飙升的情况，但随着内地供港物资慢慢到位，当前供应基本稳定，小区附近的超市也在正常运转，但是理发店、美容院等高风险场所保持关闭状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接触，图杰表示，他的生活用品基本靠网购。我们家也是为了尽量的足不出户吧，现在购买一些生活物资啊、新鲜蔬果啊，都是通过在网上买。现在我们去取菜，看见司机已经把菜慢慢的拿下来，他就会放在这个小区的旁边，大家都来取，每个袋子有个编号，大家按照自己的编号拿就行了。上周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全港所有学校提早至3、4月放暑假，安排适用于全港幼稚园及中小学。图杰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刚放完寒假没多久，立刻开始上网课。是我们家小朋友幼稚园也是被首次安排上了这个线上教学。2022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今年是党的20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如何走好新的赶考路，举世瞩目。周四下午，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将于周五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为期6天。今年也是本届政协委员履职跨入第5个年头，他们将关注哪些议题？又如何聚焦国之大者和民之关切，深入调研议政？诸多亮点值得期待。据介绍，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将于3月4号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0号上午闭幕，会期6天。本次大会期间将安排开幕会、闭幕会以及2次大会发言，安排5次小组会议。现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此外，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和会期安排，今年大会在媒体采访方面仍延续前2年的做法，邀请少量在京中外记者到人民大会堂现场采访，并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安排3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任务，全国政协以促进“十四五”良好开局为重点，认真履职尽责，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成效显著，亮点凸显。去年全国政协全年举办重要协商活动25次，围绕重大主题展开，开展视察考察调研82项，立案提案5000多件，有效服务决策实施。从不同角度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持续跟踪，进行协商式监督，促进重大决策落地落实。发布会上，郭卫民还就外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现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针对中国经济形势，郭卫民表示，委员们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疫情形势多重考验，去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经济总量超过110万亿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2万美元。这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都认为，我们有信心、有条件，也有能力来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近年来，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出台一系列政策，放宽了市场准入，连续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批次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实施等，都是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郭卫民表示，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就在国际社会急需要加强团结，共同应对挑战的形势下，一些国家热衷于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小团队，以意识形态划界来分裂世界，这些做法违背了世界潮流，不得人心。去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1.15万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这也充分说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开放政策、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信任。今后我们还将采取切实步骤，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去年底，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召开所谓民主峰会前夕，中方发表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强调中国实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有舆论认为，中美在争夺民主话语权。对此，郭卫民回应称，美国在自身国内问题矛盾重重、美式民主饱受诟病的情况下，召开所谓民主峰会，无非是为了拉帮结伙、打压他人、分裂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郭卫民表示，中国长期的发展建设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走出一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文化不断进步。我想指出民主的样式是多元的，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各国的民主制度应该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自主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新冠疫情的防控也一直是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话题。如今，不少国家对疫情采取了躺平政策，新冠感染率屡破新高。而对于中国是否会对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进行调整，在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郭卫民也做出了回答。郭卫民指出，自从中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每当出现聚集性疫情，都能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处置，迅速控制疫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疫情接连反复，重症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他表示，中国作为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果难以想象。疫情防控成果证明，中国的防疫政策符合国情和科学规律，防疫措施相对成本低，成效好，也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下一步我们要密切关注、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发展，加强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努力以更高的水平、更小的社会成本来控制住疫情，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对于少数西方舆论称中国的防疫政策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郭卫民表示，这种观点不正确。他强调，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防疫政策，中国率先恢复了经济增长，保障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去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国际市场份额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郭卫民还给出一组中国援外抗疫数据，先后向150个国家、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检测设备等防疫抗疫物资，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向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疫苗。香港第5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内地多批次卫生健康领域的专家骨干和检测力量已经抵达香港，开启了最前线的支援。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办主任孙杨在深圳接受了记者采访，全面介绍了目前3批内地专家在香港的工作，并对香港第5波疫情的发展给出了专业判断。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办主任孙杨告诉记者，进入2月份后，香港第5波疫情态势急剧恶化，中央十分关心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及时成立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专班成立后的第2天，2月17号，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要求下，工作组快速响应，率先向香港派出了4名流行病学专家、2辆核酸检测车和1辆设备车。2月19号，工作组派出第2批医疗专家团队赴港指导医疗救治。2月28号，派出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带队的第3批专家组赴港支援。那么，针对香港疫情快速增加的这个态势，我们在内地组织了近半名的这个核酸采样人员，而且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只要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需求，我们随时可以到香港这个提供核酸采样。那么同时在深圳这一侧，我们也组织了将近150万的这个核酸检测的能力，那么随时可以应特区政府的要求，保障香港的这个核
核酸检测。实际上，中央已经在第5波疫情初期对疫情走势进行了预判，并且及时的提前布局。专班成立以后啊，我们通过对疫情形势的研判，预判到香港的疫情呢，可能在2月底3月初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及时呢做出决定，那么支持香港加紧建设方舱医院，加紧建设应急医院。所以大家也看到，目前有8个方舱医院正在建设中，青衣方舱医院这个已经竣工交付香港，那么另外其他的这个方舱医院和应急医院呢，正在推动过程当中。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加紧建设这些隔离设施，把感染者尽可能的隔离起来。孙杨也提醒，由于香港的疫情快速发展，未来有可能很多感染者住不进隔离设施和隔离医院。他建议香港市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社区隔离设施，即使是居家隔离，也希望香港市民能够严格执行，共同为香港抗疫出一份力。只要坚持积极的疫情防控的这些措施，积极的配合香港特区政府，我想我们一定是能战胜这次疫情的。香港第5波疫情爆发以来，生活物资供应略显紧张，一些比较心急的市民加紧囤货。那么，如何确保疫情之下香港同胞的菜篮子、肉篮子供应充足，减少价格波动？对此，中央高度重视，成立的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下设生活物资保供组，4名工作组成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充足、及时和安全是3个关键词。香港第5波疫情爆发后，中央及时成立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班，下设物资保供组，负责统筹调度资源，积极应对货源运输等环节异常情况，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充足、及时和安全。如何在短时间内从内地汇集充足援港物资？专班的办法是以广东省深圳市为基地，推动广东省21个地市全部成立物资保供专班，制定4张清单，动态掌握企业情况和158个供港生鲜食品类跨境运输作业点情况，确保货源充足。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双德惠告诉记者，以蔬菜为例，近10天每天运送到香港的蔬菜在2200吨左右，3月1号运送到香港2561吨。专班成立以来，累计运送到港活猪3万多头，蔬菜3.8万吨，水果7000多吨，冷冻冰鲜肉7000多吨。我们内地对香港生活物资的供应是非常充裕的，这一点请香港市民朋友们无需担心，也不需要抢购。我们生活物资保供组每天都在监测经深圳口岸运往香港的这个生鲜物资。备齐货源后，如何按需求调度？这项工作则需要通过每天与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等部门对接，分析海关统计数据，及时研判香港市场供需变动，特别是对食类物资中供应量减少的品种，结合价格波动，找准供应平衡点，有针对性做好供应。此外，内地还根据需求端的实时变化，制定农产品保供稳价预案和供港生鲜作业点接替运作应急方案，及时调整供应。在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同期的比较。去年2月份，我们供港的活猪呢是每天是1600多头。那么今年呢，从香港第5波疫情以来，我们每天的这个日供量已经达到了2570多头，也就是相当于去年每天日供量的增加了56%。所以说呢，内地对香港的活猪供应保障的力量呢是非常强的。此外，受香港活猪屠宰业从业人员感染影响，2月25号屠房停屠，开展全面消杀、全员检测。内地生活物资保供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剂活猪与冰鲜猪肉的供应，冰鲜猪肉供港大幅增加。商务部外贸司2级巡视员程春告诉记者，下一步将与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密切沟通协调，内地一如既往保证货源充足稳定，希望香港方面统筹疫情防控和活猪鲜肉供应，使上水屠房能够早日复工，恢复香港市场供应。毕竟它是一个保民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事关着我们香港市民的这个每天的餐桌上面的这个需求啊，我们还是加强对屠房它的环境
要符合防疫的要求，对我们的人员进行全员的检测，达到了一定的基本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立即恢复这个屠房的供应、屠房的作业，这样保障我们的这个香港的市民呢，又像以往一样能够高高兴兴的吃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备足货源后，运输则是第二大难点。国家移民管理局深圳边检总站边检处副处长金建伟告诉记者，在专班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水路、铁路、陆路三路并进，多通道保障原港跨境物资运输。近3天水上日均运力680标箱，5345吨物资，承担了跨境陆路运输30%左右的运力。我们开通了水上快线，制定跨境运输水路分流保障方案，开通9条水上快线，引导企业尽量通过水路运输。开行以来，累计运输3654标箱，23688吨物资。铁路方面，推动平湖南铁路货场、香港罗湖货场铁路货运列车开行，周3起已经实现了载货运行，每日可发4列。此外，还开设绿色快道，海关实施通关手续前推后移，监管流程顺势嵌入，口岸快速通过等便利通关模式。对生鲜物资提前申报、抵港直装、非侵入式查验，确保生鲜物资通关零等待、零延时。货源运输搞定后，确保物资供应安全也是工作重点。在物资接驳上，率先在深圳建设口岸集中接驳点和市内综合接驳点，最大限度减少香港跨境司机入境后与社会面接触，严格执行内地接驳司机闭环管理，严防运输环节疫情传播。目前该模式已经在广东省推广。在运送鲜活物资时，采用定点口岸接驳运输，指定文锦渡口岸为供港7类鲜活物资通关的唯一口岸，在口岸区域设立集中接驳点，实施换人不换车、进货不进人集中接驳。与此同时，专班也积极协调香港方面区域接驳点建设，协调香港方面在落马洲口岸、莲塘口岸、香港国际机场货运站、葵涌货柜码头、屯门内河码头等附近选点建设接驳点，既减少香港跨境货车司机入境，保障跨境司机陆路运输能力。周4上午，全台湾大规模无征兆停电，多处工厂生产线停摆，甚至有台媒称这是1999年921大地震以来最严重停电事故。台当局表示，事故由高雄兴达电厂事故导致，初步研判是人为疏失。此外，蔡英文原定周4同窜访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会面，并进行网络直播，但突如其来的大停电使得直播只能取消。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4则直接用无耻来形容蓬佩奥窜访台湾的行径。周4上午9时左右，全台多地区突然停电，范围极广，包括台北市内湖、中正区、新北三重、永和、中和、土城，甚至基隆、云林斗六、高雄都传出停电。目前，台南、高雄地区全区停电，中北部则是轮流停电。对此，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称，高雄南部兴达电厂发生事故，影响变电所运作，导致全台瞬间丧失1050万千瓦电力，约占全台1/3电力，造成549万户受到影响。台电则回应称，上午9时左右，因南部电力系统电网故障，导致南部区域目前停电，北部、中部区域因低频机电气动作也发生停电，台电正紧急抢修中。大停电呢，我们特别感到抱歉，跟大家致意哈。燃气1个小时就可以开始启动，那燃煤需要3个小时才开始启动，到全部的满载需要时间。那核能的电厂的部分呢，需要再跟原能会这个确保原能会同意以后才可以启动。王美花今年1月曾经在网络节目上赌鸡排说台湾不会缺电，但现在全台多地都发生大停电。有网友在岛内网络论坛发问，想问一下鸡排去哪领？民众党籍民意代表也出来呛声，说跟郭董打赌，全台大停电要请鸡排啦，所以他说要请鸡排。我们看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吃到鸡排？没电炸鸡排，那王美花是否应该要立刻下台负责？
停电后，大量民众被困电梯。据台消防部门称，截至上午10时30分，全台共出现215起电梯受困事件。停电还造成交通灯熄灭、列车停运、工厂生产线停摆，岛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上午9时20分，全高雄市还开始停水，因无电可取水，各主要水厂无原水可处理，另因没电也无法加压送水，仅部分区域以重力供水系统尚能供水。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全台134万户一度停水。台立法机构也受停电影响，办公室灯光一闪一闪，电力不稳。正在受访的民代也很尴尬，各党团办公室更是一片漆黑，完全没电。中国国民党方面随即召开记者会痛批：全台大停电，政府出来面对。那我们刚刚这里连一些要开记者会的资料都印不出来。看到今天在那个 PPT 上面都可以看到灾民的回报。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就像刚刚几位委员说的，尖峰和日丽啊，我们的光电绝对是够的，但是我们的电网到底出了问题。人在屏东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痛批民进党当局不能再用爱发电了。那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痛苦？民进党不能再用爱发电了，一定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台湾的电真的不够，不是用骗的、用拖的、用所谓唬烂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不是任何这个1450在那讲干话的时候，这是真正缺电的时候。中午11点半左右，台北市电力恢复，239个红绿灯故障被排除。之后，大部分地区也陆续恢复供电。尽管停电持续时间不长，但值得一提的是，2天前，台湾8大工商团体才刚与蔡英文会面，蔡英文还向企业保证到2030年供电稳定。不料2天后就发生全台大停电。今年呢，我们预计用电的尖峰仍然会存在。但有几项工作已经实施，我们会确保供电。事实上，这并非台湾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停电。去年5月13号，同样是高雄的兴达电厂发生事故，全厂停机，使全台各县市共约400万户、1319万户次出现停电。4天后，兴达电厂1号机因锅炉燃烧管理系统模块故障，导致机组停机，全台数百万户再次被拉闸限电。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最近几次全台大停电都是小事故大停电，这些事故凸显的仍是台湾电力供需失衡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愿意承认的就是缺电，所以才有从赖清德担任行政部门负责人时留下，而后被民进党官员发扬光大的不是缺电，是剩下的电不够这句名言。此外，蔡英文周4上午与来台窜访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见面，原计划进行网络直播，但停电突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只能尴尬宣布网络直播取消。据台媒报道，蓬佩奥此次窜访从周3至周6期间，除了与蔡英文见面，还将接受民进党当局副领导人赖清德款宴，并拜会民进党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并计划与台湾商学等各界人士交流互动，显得行程满满。实际上，他这趟来台湾，就像我们说腐败那种叫期权腐败是一样的。那么过去给了台湾当局很多的支持，政治支持很多好处，现在他是来要收回报来了。那么台湾当局给他那么高的待遇，甚至呢会为这个蓬佩奥将来进一步的政治上的这个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啊等等，他们会有很多的合作。那么台湾当局重视他，就是给美国国内的那些保守派、那些一台制华或者反华保守势力看的。那么也就是要谋求以后让更多的这种反华势力来支持他。对于蓬佩奥窜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4直接用无耻来形容。事实上，作为美国史上最烂国务卿，蓬佩奥2021年1月20号卸任当天就成为中国的制裁对象。蓬佩奥的有关的行径是无耻的，也必然是徒劳的。人民日报周4也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指出对这样一个以撒谎欺骗为荣，在位时既声名狼藉的反华政客，台湾民进党当局却如获至宝，高调接待，这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企图的又一次充分暴露，只能是一场哗众取宠的闹剧。